大家好，我是 Tony。我们今天来到新竹县北埔乡旅行，下午造访北埔老街。我们的第一站来到北埔工学校日式宿舍。北埔工学校日式宿舍约兴建于1916年，建筑为木造日式双并。2017年新竹县政府公告为历史建筑。现在这里是龙瑛宗文学馆。本月开馆时间每周四、5、6日，可惜今天是星期二。龙瑛宗是北埔人，毕业于北埔工学校。他的成名之作是《只有木瓜树的小镇》，我在大学时代读过。因为那时候台湾开始流行乡土文学，也开始有些学者将日治时代台湾作家以日文创作的一些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所以我就是在那个时代读过龙瑛宗的作品。龙瑛宗的文学启蒙是在就读北埔工学校的时候，受到日籍校长及教师的启蒙。现在的北埔国小里面还有一座安部首座校长纪念碑，以纪念这一位日籍校长。不过现在是上课时间，校园没有开放，所以只能远远的拍摄这座纪念碑。龙瑛宗在当年被评论为是一位很有文学天分的作家。不过1945年因为改朝换代，报纸媒体禁止刊登日文版，所以对于像龙瑛宗这样一个出生于日治时代，从小学习的就是日文，以日文创作的作家来说，不能用原有的语文创作，就等于是扼杀一位作家的生命，必须经过漫长的努力才能够重生。而许多当时的以日文创作的台湾作家，几乎都因此而中断了写作的生涯。我们现在离开龙瑛宗文学馆，前往下一站。我们现在前往下一栋历史建筑——邓南光影像纪念馆。前面是北埔慈天宫，我们先取右行，先走往邓南光影像纪念馆。邓南光影像纪念馆就在右前方，不过左前方这边有一栋历史古迹——钟树堂。钟树堂现在已经整修完毕了。秀才府钟树堂为星光三月董事长吴东升博士继北埔洋楼之后整修的第2处古迹。感谢。10几年前第一次造访北埔老街的时候，那时候钟树堂看起来非常的落寞沧桑。钟树堂的斜对面就是邓南光影像纪念馆。邓南光先生是台湾摄影家，是北埔人。如果你喜欢台湾老照片的话，一定看过邓南光先生的作品。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多。2023北埔乡油港火影像纪录展。这里有展出北埔的一些老照片。邓南光先生年表。邓南光，北埔人，本名邓腾辉，毕业于北埔工学校。16岁时赴日就读明教中学，就读日本法政大学期间，加入学校摄影社，开始接触近代摄影思潮。27岁时以作品《海边速写》入选日本写真年鉴。邓南光返台定居后，于台北市金町通开设南光写真机店，也开始拍摄北埔及北台湾各地的民俗及街景。战后，他在台北市衡阳街开设南光照相机彩店，继续摄影生涯。
并改名邓南光。1971年，邓南光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世园医院，邓南光影像纪念馆的前身是世园医院。邓世元医师是邓南光的侄子，毕业于台湾大学医学院，约1960年在此地开业。许多北埔人童年对这里的共同记忆是：打针的地方，回去后屁股会痛。世园医院结束营业多年之后，邓世元之子邓永坚医师同意将原建物由新竹县文化局规划在此地设立邓南光影像纪念馆。刚刚展览资料有提到邓南光的一段趣闻，他在留学日本的时候买了一台徕卡相机，当时花了2000日元，惊动日本警察，认为他这台相机可能是偷来的，还跟踪了他1个月。当时一台相机在台北可以买1栋房子了。我大学时一位社团同学的父亲就开照相馆，他父亲跟我说，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摄影玩相机，会被人家说是撩妹仔囝，就是败家子的意思。因为玩相机搞摄影非常花钱的，所以好在邓南光先生有闯出一番摄影成就，不然的话真的就是败家子了。我们现在走往北埔慈天宫，走在这样的老街，非常有怀旧的氛围。哇，巷弄里好多老房子。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慈天宫在这里。哇，这边都是老房子。龙应宗故居也在这里。我们从这里走往慈天宫，慈天宫就在前面。北埔慈天宫限定古迹。北埔是金广福垦爱的重镇，而位于北埔市街核心的慈天宫，是北埔地区最重要的大庙，也是北埔拓垦的历史见证。旁边这里是江阿新洋楼。江阿新是金广福垦手江秀銮的后代，31岁的时候兴建制茶工厂，后来改称永光公司。与日本三井及英国宜和洋茶合作生产红茶出口。这栋洋楼是在民国35年兴建，作为居家及接待外宾之用，又称北埔洋楼。2001年被指定为限定古迹。限定古迹江阿新洋楼，星期1、2休馆，不过平时也没有开放自由参观，必须1个星期以前线上预约导览。2021年。公共电视受欢迎的影集《茶经》，剧情就是以北埔茶商江阿新作为故事原型人物。前面是国定古迹金广福公馆，金广福公馆没有开放。金广福公馆旁边天水堂也是国定古迹。不是私人住宅，所以只能在外头看看而已。天水堂是金广福越级垦手江秀銮的宅地，
天水是江家的堂号，这栋宅地被称为天水堂大房。附近还有另外一栋天水堂，好像在前面那里。古厝前面现在这边都变停车场了。刚刚国定古迹天水堂是大房的，这栋天水堂是江家二房所有。啊，到了。不过限定古迹好像还没有整修。哇，已经破败不堪了。天水堂二房，2022年公告为新竹县限定古迹。不过由于二房所有权人之间有异议，所以县政府仍持续与屋主进行沟通协调，需取得共识才能展开修复工程。那同样是江家，大房、二房的主厝差这么多。天水堂后面那座山丘是秀峦山、秀峦公园，山上也有一些历史遗迹。不过今天就不过去了。刚刚看的导览地图有标示，龙英宗的故居就在慈天宫前面这附近。不过现场这边并没有任何的指标。北埔街9巷，进来看看。没有看到。刚问了一下古厝食堂，老板摇摇头说不是。我们离开北埔老街了。夏天天气比较热，所以逛老街比较没有续航力。趁着现在还没塞车，开车回台北。那我们今天的北埔老街之旅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